今天是2024年的5月6日啊，我的早上呢和官员进行了询问，是有非常多的真实的案例，你在再次入境的时候就被拒绝，然后遣返。很多人关心，哎呀，新的政策说了这么久，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落地去执行啊？他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先做啊？我觉得目前来看，答案就只有一个字。老王，你今天早上去办了一件大事儿，对吗？对，我去了 MOTAC。是旅游艺术和文化局，也是大家知道的旅游局。同时要声明呢，我们俩不是代理啊，我们也不做代理。我帮朋友啊去做翻译，我带了2位朋友去那里，因为他们一直主申请人办下来了，他们的亲属的1000到现在很长时间没有办下来，心里很着急，所以他们要去，请我呢帮助他们，所以我早上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2位朋友我也认识啊。我了解的情况是，他们应该在去年的可能年中第3季度的时候，他们的主申请人都办出了第2家园的签证。我要补充他们当时的情况呢，都是主申请人，也就是爸爸，他是有 MM2H 的一个签证的，都有了。那妈妈和小孩呢？总之我们不要管什么原因，他们当时是办了学签和陪读签。对，他们后续办出了2家之后，都同样的想把这个孩子和配偶办成叫 dependent visa。对，这里面也是有个原因因为他们刚办下来，10月份、9月份就开始吹风，说 MM2H 可能要改革了，新政。等到12月的时候呢，说向媒体宣布了，不是500万、100万、50万的不同的套餐。想抓住这个尾巴，最后的一个时期呢，就把它给提交上去，尽快把它办理下来，他也不想再拖了所以当时是12月的时候就把它给提交上去了。当然是只是现在看起来只是认为自己提交上去了。所以今天主要去这个旅游局，它的目的就是放在柜台上面向官员直接做一个询问。我帮他们去问呢，我想我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我首先要跟他们说，我们先去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再继续办，因为如果继续再办，我只要关心多长时间可以办下来，我心里有个谱，只要等下去一定能够拿到亲属的1000的 MM2H。 所以你一开始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对，我说现在他们已经交了，有没有再办呢？官员怎么回答呢？没有。没有，这么斩钉截铁。对，他说没有虽然他们已经提交了，但是目前不会给他们去续办，现在能办的只是2019年之前的那批，就是30万老的2家。他们如果有亲属还在要贴的话，要亲的话，给他们再办，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事实补充的话，这2位朋友他们办的都是2的 MM2H， 也就是说是主申请人要存100万马币定存在这里。是的，每增加1名这个亲属签证的话，再增加5万马币，对吧？是的，就这一份叫 EMM2H。 那很可惜呢，没有再办，我也就无需要问还要等多久了。那我只能问他一个追加的问题。没有，我说那你预估可能什么时候会下来？问他时间线。是的，那他说呢，这就不清楚了，因为他同时呢给他的上司打了一个电话去问，还让旁边一位我要说旁边那位不是官员，是那边办事的一位代理来跟我讲。他说呢，这就说不准了，要看7月或者是9月内阁开会通过了以后，再去和新申请人这一回50、150、500万的这批人要一起去通过。所以呢，其实他的回答也给了一个隐含的这样一个时间线，就是7月跟9月2个重要时间节点之前是不会有什么新的动向。对，不会有什么新的动向，没错。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哎呀，这样岂不是要等很久？因为这么长的时间，有很多的申请都会积压在嘛。是，也会有老的申请、新的申请，全部放到一起。他说是的，要等很久很久。那么我觉得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吧，就是新的开放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时间表，也不要抱很大的希望说它什么时候会批下来，新的什么时候会开，应该是都不会很快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无奈的事实一个是新2家这个它的一个实施细则没出来，新2家不能申请，那么就连累到以前2019年之后短暂出台的这样一个100万马币的老2家的这个贴签也受到影响。是的，
那就陷入了一种真空的状态嘛。而我要问他的后面一些问题呢，跟我们朋友的状态有关系。因为之前办的是陪读和学签吗？对，他当时做的一个动作啊，就是把陪读和学生签啊先给取消了。他认为这样才能够提交 MM2H， 因为毕竟不是有一种说法应该是成立的，就不能同时有2个长期签证吗？对，这个说法。对，这个说法我也听到过。因为我的前东家当时要说服我要帮我办工作签证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这样说的，不能够申请2种长期签证，也就是你申请状态的时候，你必须是没有长期签证。没错。那我当时就要求我先要注销我的 MM2H， 再给我办工作签证。他当时提出过这个愿望。对。那我现在搞清楚啊，就 MM2H 来说啊，你准备完材料，接下来一步呢是被官方 acceptance 接收，但接收他拿过去，其实啊并不意味着叫提交。真正他们讲的 submit 是指官方在系统里面帮你处理了，你会收到一份函的，代表他已经接收了你的材料了。那只有等到什么时候你才不能同时存在2份长期签证，或者说你身边哪怕是拿旅游签证是要求是有效的呢？是要等到他审批完了之后 approval， 也就我们俗称的贴签，就他要帮你准备贴给你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要求你赶快去把其他的给取消，或者你的旅游签证也是在有效期内的。原来是这个样子。那么这边是存在一些误解了。对，怪不得这2个朋友境遇完全不一样，一位是在提交2家那个增加亲属签证的之前就去做了这个 cancel 他们学生和陪读签证的动作，对不对？没错。另外一位是在提交申请的时候并没有去注销。对，所以他也成功的提交上去了。那我们这个第一位朋友他面临的情况就是非常非常尴尬了。也在我看起来有些惨。特别不方便。因为他总之做了这个动作，他取消了学签和陪读签以后呢，那身边就只有旅游签了。对，旅游签你知道中国过来只有30天有效，所以他能做的事情是要么不停的离开马来西亚出国回去，要么呢就是出国去旅行，这个都花费很高。你有没有办法不要离开马来西亚呢？也有的，这个是办一种所谓的叫 SP 特殊的一个延期的一个许可。但是呢，它只能延期2-3次，对，并且呢，它那个费用啊，找中介的办理费用也是很高的，全家都要办理。总之是处于一种不未定的一个状态之中啊。对，据我所知，好像你 SP 签证你延了2次之后，你再一次出境这个马来西亚，海关都会对你进行一些问询。对，有可能这个是简单问询，但是你下回入境的时候会比较严肃的问询，他会问很多。但我这里也有一个小的贴士啊，如果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我的观察，大马的官员，尤其是在海关这边呢，我觉得他还是讲一个叫道理的，讲人情的。如果你的主申请人是有 MM2H， 或者你自己已经提交了，拿着信，你在办理过程中一定要记得把这个材料带好，你跟他讲清楚这个状况，让他去看一下，对，他很大的概率是会放你进来的。我们朋友就多次其实这么告诉他以后，别人是理解的，并且许可他就进入马来西亚。前东家的这个公司的 HR 也是告诉我，在马来西亚海关和移民局，他们确实在遵守一个规定，就是你拿着这种短期甚至是商务短期签证、旅游签证，你多次入境很频繁的。尤其是你在马来西亚是待满签证单次的最长期限之后，你只是去出国，可能2-3天的时间再返回，是有非常多的真实的案例，你在再次入境的时候就被拒绝，然后遣返。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案例，因为他们只认你的签证啊，来了解你来马的目的是什么样吗？你为什么老是来旅游？所以会显得可疑。他们也确实有为国家去禁止你入境的一个义务的，我觉得是。所以二家如果是家庭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学生跟陪读，如果他们在入境的时候，真的是要准备好主申请人的二家的这些相关的复印件。是的，是吧？那你回头看我们第一位朋友的案例来看呢，他就是比较惨了，因为未来还要等多久，什么时候二家可以下来是不知道的，他只能怎么办？他只能再接着重新向学校
去办理学生签和陪读签，毕竟学生的这个身份在嘛，来获得一个长期签证。是的，但是为了去办学签和陪读签，又要重新去续叫双认证。对，双认证是我们办理学生签证甚至第二家园签证的一个必备的材料。它主要是要求你国籍所在国对你的身份的一些，比如说你结婚证、母亲跟小孩的这个出生证明嘛，这个东西都要进行在国内的公证机关。无犯罪证明、护照这些他们来在中国做完公证以后呢，还要去马来西亚驻中国的领事馆做一个英文的认证，这两种认证嘛，对吧？就叫双认证它时间是很长的，有可能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对，只有这个才能去更新他的陪读签和学生签。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朋友碰到的一个很让人为他唏嘘的一个处境。对的。那相反另外一位朋友，因为他那个签证还是有效的，他只要再去更新自己的学签和陪读签就好了他的第二家园呢，还是只要等着就可以了。所以就学生签证跟陪读签，你进来的时候你要考虑的问题，它的繁琐就是每年要进行更新一次，这个更新一次就涉及到你申请材料也要在中国完成双认证，也是每年一次。对的，并且呢，通常来讲只有一位家长可以陪同，这位家长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官员要求是母亲，去孩子的母亲留在这里，这是他不太方便的地方当然这也是一种合理的小孩来学习的方式。如果是主要为了小孩学习，你又要申请第二家园的话，我建议目前来看最好的方式就是完全的完成全家的 MM2H 的贴签到达大马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了，来大马贴签嘛。对，是的。如果是全家，特别是孩子他有第二家园身份的话，那像比如说排在前列的荣福国际还有花园国际这两个学校现在都是对学生要求有第二家园身份的，那么你选择国际学校的这样一个选择面也会更广。是的，这就是现实的情况了。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关心，哎呀，新的政策说了这么久，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落地去执行啊？他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先做啊？我觉得目前来看，答案就只有一个字，就是等。对，那这是一个事实嘛，没有任何时间表。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情况。是的，所以也是希望更新到大家有些什么知道的信息呢，也可以做一些补充，我们把它集合起来。对，我想还有就是在国内的一些对第二家园政策特别有兴趣，也是想来移居马来西亚的这个人士，可能需要密切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些报章的报道，可能也不要因为第二家园政策迟迟没有开放，可能就彻底对马来西亚丧失了这个兴趣。大家可能再给点耐心，可能需要积累更多的兴趣因为毕竟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客人嘛，主人的门没有开，主人还在休息，我们就只能在门外先等等。好了，祝大家一切顺利。